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先生开讲。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了解马来西亚13州各州的历史。然后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著名的槟城州。好，我们先来看槟城哈。其实它本身呢，早期有一个马来文名字叫做Tanjung。Tanjung 呢又比较特殊，它并不指现在整个槟城州。Tanjung 呢，其实它主要呢是指冰岛，就槟榔屿那一块，然后是不包括现在的北海啊、大三角的部分的啊。然后其实槟城州呢，最早期呢，它是属于吉打的属地来的，是归属于吉打州苏丹管理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后来还又变成一个独立的州属呢？我们就来看它本身的历史。其实槟城州它本身的历史呢，并没有特别的悠久，可是呢，却跟中西贸易交通史呢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处于一个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呢，也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列强呢，趁这个时候呢，来到东方啊，然后希望呢，可以就是掠夺这边的资源，然后垄断贸易。而最早过来的就是葡萄牙人，后来还有了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等。而最早期呢，是由葡萄牙人来垄断整个东南亚的香料贸易，所以当时呢，他是极力的希望可以用尽各种办法呢，阻挡其他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所以那个时候呢，包括英国一直也希望呢，可以在东南亚建立自己的一个贸易据点，他就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也只能在印尼的名古连建立他最早的一个贸易商站。可是名古连这个地方呢，并不具有地理优势，因为它比较偏整个印尼的西南部，它面向巽他海峡，而不直接面向马六甲海峡。可是呢，当时的商船呢，一般都会通过马六甲海峡，可以从印度洋来到南中国海，或者从南中国海去到印度洋，而不会特意绕到巽他海峡。所以这个呢，也造成了名古连这一个贸易商站呢，对英国来说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实际经济利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一直希望可以在马六甲海峡周边呢寻找一个新的商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著名的 Francis Lai 莱特船长。莱特船长他本身呢跟吉打苏丹的交情是非常的深厚的，而当时呢吉打正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威胁，什么威胁呢？吉打的北部暹罗，就现在的泰国，还有缅甸呢，经常为了争夺他们的势力范围来侵扰马来半岛，因为他们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版图扩张到马来半岛来，而在北部的吉打呢，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当时的吉打苏丹呢，一直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得到欧洲列强势力的军事保护，对抗暹罗跟缅甸的威胁。所以当时呢，就产生了一个机会，就是吉打苏丹通过 Francis Lai 这位中间人呢，就跑去跟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多次的谈判。然后当时的吉打苏丹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呢，可以派出军队对吉打进行军事保护，而交换的条件呢，就是把槟榔屿割让给英国进行殖民统治。所以呢，这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在1786年的时候呢，吉打苏丹把槟榔屿割让给英国了，用来换取那个军事保护。可是呢，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履行它的承诺。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刚刚把第一个据点建立在槟城的时候，它其实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所以也不想投入太多的人员跟力量到槟城岛这边来。所以在1786年的时候呢 ，Francis Lai 呢就带着英国人呢正式的登陆槟榔屿了。而这边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记录，就是通过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当 Francis Lai 登陆的时候呢，当时当地的华人领袖，后来也是成为了槟城第一任的华人甲必丹的辜礼欢呢，带着属下然后手上呢拿着渔网还有各种的土产呢，赠送给 Francis Lai。所以从这段文献记录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英国人来开发槟榔屿之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华人在那边进行活动。
英国在1786年正式登陆槟榔屿了，而他们呢就在同年的8月11日呢正式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然后为了纪念这一个历史性时刻呢，他们还特意把槟榔屿改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名字，叫做 Prince of Wales Island。中文呢翻译成威尔士太子岛或叫威尔士亲王岛。它的行政中心呢就设在现在的槟城州的州首府 Georgetown 乔治市。所以槟榔屿呢就自此成为了英国在马来半岛的第一个贸易基地。然后 Francis Lai 呢当时就自然成为了英国在槟榔屿的第一任的监督，叫做 Superintendent。吉打苏丹割让槟榔屿，其实它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到英国的军事保护，可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呢没有很好的实现它的承诺，这一点呢引起了吉打苏丹极大的不满。所以在隔几年之后呢，1791年，当时的吉打苏丹呢就在北赖集合一群海盗的力量，在那边也建立了一个城堡，希望可以攻打槟榔屿，趁机把它抢回来。可是呢，万万没想到，就是英国派来的军队也正好来到了槟榔屿。莱特呢，他先发制人，先行攻击北赖，然后把吉打苏丹他们都给打败了。然后因为当时吉打苏丹被打败，所以只被逼割让北赖。然后在几年过后呢，1800年呢，吉打苏丹又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进行谈判。最后的结果呢，除了割让北赖以外呢，还把夸拉穆大到夸拉克亮这个部分割让给英国。然后这一部分呢，英国人就把它改名字叫做威斯利省 （Province Wellesley）。其实这块土地呢，早期还有个统一的马来文名字叫做 Seberang Perai， 所以到现在呢，我们马来文还是用 Seberang Perai 这个名字，可是，在中文呢，就用了它的英文译名的简写叫威省。我们直接把时间呢跳到1824年，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非常著名的英荷协定。英荷协定的签订主要是因为当时马来半岛跟印尼呢存在两个非常强大的竞争者，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印尼。然后他们后来为了就是分割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就进行了多次的谈判。而当时正好欧洲也正在发生拿破仑战争，荷兰呢无暇去管理他的海外殖民地，所以只好暂时把他的海外殖民地呢交给英国托管，而当时包括了马六甲在内。然后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呢，荷兰势力重新回来，就跟英国人进行了多次的谈判，最终的结果呢，就在1824年，双方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新加坡为界限。以北的部分呢，就归于英国的势力范围，然后以南的部分，就现在印尼的部分呢，就归为荷兰的势力范围。英国在印尼不是有名古联这个贸易据点吗？而荷兰同时也掌握着马六甲，所以呢，双方就进行交换。所以马六甲呢，在英荷协定的时候呢，就改成由英国进行殖民统治，而名古联呢，则给了荷兰。所以势力范围划定以后呢，双方呢就可以更迅速、更集中的发展自己的殖民势力的部分。所以在1826年英荷协定的签订后的2年，因为英国当时已经控制了槟城、马六甲还有新加坡这个新的这个城市，所以呢，他就把这3个地方呢联合起来成立海峡殖民地。然后因为3个地方，所以我们一般也俗称三州府。而三州府最早它的首府呢，其实原本是设在槟榔，在槟城的，一直到了1832年，因为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所以后来才搬到去新加坡的。历史又在继续往前推展啊，一直到1867年的时候呢，海峡殖民地呢就从原本属于英属印度第4省的管理呢，直接改由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辖。所以成为了皇家殖民地，所以它在英国海外的这么多殖民地当中呢，海峡殖民地本身也是相当有影响力跟地位的。成为了英国的皇家殖民地以后呢，就整个海峡殖民地3地呢都在迅速的发展，历史一直发展到2战时期，因为日本势力的入侵呢，它就把整个马来半岛也进行殖民统治了，当中包括了槟城。所以槟城呢，当时还被日本人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比南啊，尤其是指那个
槟榔屿的部分，他们叫比南岛。日本投降以后呢，就在1946年，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呢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它整个的统治，所以他希望呢可以就是把马来半岛的这些不同的这些州属统合起来，所以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马来亚联邦计划。海峡殖民地当中的马六甲跟槟城呢也加入其中，新加坡呢则成为一个自治政府。可是呢，马来亚联邦计划的提出呢，受到了当时特别是马来王族跟马来社会的极力的反对，所以最终呢，在1948年呢，马来亚联邦计划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就是马来亚联合邦。所以马来亚联合邦呢是包括了马来联邦、马来属邦这9个州属，再加上槟城跟马六甲。然后一直到了1957年8月31号，我国正式独立，而当时槟城的第一任首席部长呢，就是华人来担任的，是谁呢？就是著名的丹斯里王宝尼。所以槟城州这个州属非常的特别，它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依然由华人来担任首席部长的一个州属。今天要讲的就到这边结束，觉得还不错，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请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有任何疑问，随时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